大家好，我是门枪。哎，哇，很高兴回来了，很高兴回来了。去年节目播出之后啊，生活发生了一些小变化，赚到钱了。啊。哎，我钱老板还发消息问我，他说门枪你回不回职场？回职场，我连他消息都不回。最近在看房，因为去年住奉贤实在是太远了，住在奉贤实在太远了。因为录节目，我想租一个近一点的房子。我最近就在密集的看房，很密集的看，在小红书上看。大家看过小红书上那些房产中介视频吗？啊，就视频开头有一个很帅的男的，穿着一个西装3件套。视频开头他会这样：猜魔都这样一套房子要多少钱？他给我推了一套郊区的一室户，毛坯房。这个中介还非常有信念感的介绍，他说：“总裁欢迎回家，您家就在地铁21号线终点站，26年底开通，总价60万。”总裁为什么要住地铁终点站？他钱呐，都充交通卡里啦。但不得不说，这个标价60万，我还是很心动，正好符合我的预算，我就收藏了这个视频。收藏完了之后，小红书疯了，疯了，一直给我推房子的视频。怎么说呢？我现在对上海的房市很了解，在网上啊，会把上海的房子根据房价分为3个等级，3000万以下的叫刚需。刚需什么意思啊？啊？我看中的那套60万的毛坯房，和别人2999万的房子一样，都刚需。这种感觉就好比我门枪和郭麒麟一样，都儿子。大鹏和斯皮尔伯格一样，都是导演。3000万到1亿叫豪宅，1亿以上是顶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了解这些，可能就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男人嘛，就喜欢了解一些自己能力够不到的东西，并发表辣评。我身边朋友都这样。法拉利开起来不舒服。张伟丽打不过我。黄嘉尔没有上海户口。手机刷太多房子了，真的。我感觉我的手机啊被我富养起来了。打开首页全部是什么珠宝腕表香奈儿，游艇豪宅王嘉尔。啊，我明明只看中一个毛坯房，我的信息茧房却是个豪宅。我这个在我自己的信息茧房里发财致富了，这难道不就是作茧自缚？真的号扬起来了，真的肆无忌惮。一开始给我推的是猜这样一套房子要多少钱啊？前2天给我推了一套上海市市中心顶层大平层。视频开头是一个旁白，黑底白字，旁白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和珅还活着，在上海住什么房子？我心想，和珅这么贪，难道住贪城一品？我太好奇了，我就拉着我女朋友小陈，我说你跟我看看和珅住啥。然后视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90平米、270度江景欧洲古典主义装修的厨房。他给我介绍呢，他说我们这个厨房的墙面全是德国原装进口的，一面墙要60万。我心想，德国什么墙这么贵啊？柏林墙吗？这个。而且60万，朋友们，一面墙，这个数字很有针对性。60万，小陈说：“哎呦，门枪，我们这个房子也不是不能买啊，这个房子买完之后，我们家徒一臂。”然后视频从厨房走到饭厅，
走了半分钟，还是快进。小陈说：“门枪，你想清楚，你以后住在这里，吃饭都吃不到热的喽，再也吃不到西冷牛排，只能吃西牛排，因为冷掉了。”然后是这个房子的最大卖点，3梯1户。我的反应比你们还慢。我当时看完之后，3梯1户什么？3梯1户啊？为什么要3梯？为什么有钱人出门要3部电梯？啊，为什么？这谁住？这个房子只能给哲学家弗洛伊德住，要么给余祥宇住。啊，每次出门，每部电梯分别装着他们的本我、自我和超我。最后是这个大平层的售价1亿8千万，1亿8，我吓死了，我想要退出，手都在抖，不小心抖进了详情页。他给了我一个最优的购房方案，他说首付6000万，还可以啊，就2个刚需而已，分期30年，每个月还60万，60万，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记得，我一开始只想要买1套60万的房子。刷了几个礼拜手机，我现在每个月要买1套60万的房子。我感觉我被这个视频冒犯到了，有点被这个房子骂了啊！我怎么在我自己的信息茧房里都能被搞破防？我觉得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破防，这也是我写这个段子的主要原因。严格来讲，这个段子不是讲给你们听的，是讲给你们手机听的。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们，已经来不及了。下一次打开手机，你的小红书首页就是3梯1户和珅门枪，王嘉尔没有上海户口。听一段脱口秀，附赠一个信息茧房，主打一个防不胜防。谢谢大家，我叫门房，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乐。有没有觉得最近2年这个世界变化的太快了？一会儿打仗，一会儿贸易战。我这个眼镜是进口的，有点磨损了，想买一副新的，碰上了加关税，没舍得买。这个世界我现在越来越看不清了，小某书也看不懂，上面的生活有点太精致了，不太像真的生活。我倒不是说我多么清醒啊，就是我这个人很难被图片给迷惑到，你懂吗？我是不会被荼毒的，也不会跟着那些图片去打卡的，因为打卡清单就是 to do list， 啊，刷起来也费劲，得配合着读屏软件，碰到字儿他就给你念出来，碰到图片他会给你大概的描述一下有什么。戳穿了一切。刷到过那种文案吗？梧桐区这个展览邂逅夏日呼吸感，读出来是一个人在一幅画前摆姿势拍照。读到本质了，小某书的本质就是摆姿势拍照，啊，非常无情啊，没有 IP， 没有品牌故事。Hello Kitty 叫蝴蝶结猫。拉布布叫呲牙兔，高档白酒叫瓶装致癌物。有些东西就是看不见了，你才看得见。瞎子就不会盲目跟风的，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对这个东西这么警惕呢？因为这些还算是那种包装起来的洗脑，我每天面对的是那种直接的洗脑，就感觉 U 盘直接插我脑子里了，一进电梯就来了，找工作跟老板谈，跟老板谈，跟老板谈。牙线是谁的妈妈，谁的妈妈，谁的妈妈。摔跤，摔跤，老摔跤，孩子走路老不稳太难，那稳稳鞋。我家小区电梯被那个承包了。我一出门就是摔跤，摔跤，摔跤。我一到家还是摔跤，摔跤，摔。我心想，摔跤会不会不是鞋的问题？你要不带孩子去医院瞧一瞧呢？孩子摔跤老不好，多半问题在小脑。
带点旋律的更加致命。我就路过一个奶茶店，我爱你呀，你爱我，回家跟着他哼了整整1个星期。我在那洗碗呢，洗着好好的，突然就来了我爱你呀，你爱我。等你意识到你在唱歌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就是个弱智。你洗个碗，你乐啥呢？你乐是吧？你爱吗？你爱洗碗吗？你不就是没洗碗机吗？你不就是？就那么几首儿歌，写点词儿就往里套，一点创意都没有，但真的听得进去。这么高效的洗脑方式，我觉得就不应该用在这儿了，应该用在那种反复强调但是没有一点效果的地方。地铁站台上你就应该单曲循环，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别插队，别插队。打思想钢印只需要2只老虎。哎，孩子不搞对象不结婚，过年回家你也别唠叨他，你唱你的歌就完了。不结婚不生孩子，老了以后怎么办？不结婚不生孩子，老了以后没人管。孩子年初2就回上海了，过年外卖都点不着，只能自己做饭，吃完收拾在那洗碗。洗着洗着他就来了，不结婚不生孩子，老了以后怎么办？原生家庭可以不要，思想钢印你抹不掉，是吧？信息太爆炸了，我现在有点羡慕聋人。不用听废话，是吧？我有个观察分享给你们，怎么了？盲人不能观察啊？暗中观察不是观察啊。但凡有效的信息，他们都会给配上手语。留意过飞机上那个安全演示片吗？每一次对蓝天的叩问都是全新的探索，从中国到世界，不论是出发还是归来，东航伴你筑梦起航，共赴美好。这段话就没有手语。中间教你怎么使那个氧气面罩那会儿，专门花钱请了个人过来，嘎嘎嘎，他也知道什么重要。安全演示片根本没人看，就聋人一看见出来比划了，哎呦，保命的知识来了。那个片子里面内容哪天换了，你们根本不知道。哇，真要出事了，一飞机的人在那大喊大叫啊，要死了怎么办呢？啊妈，写遗书吧，是吧？还有一些人为了掩饰内心的紧张，在那唱歌，不结婚不生孩子，老了以后怎么办？只有2个聋人，无比镇定，一声不吭在那聊天。我给你们翻译一下啊，你不要紧张，刚才片子我看了，第4排下面有降落伞，你跟我走。但只有2个，不要声张。一飞机的人就我最难受，聋人只听干货，普通人玩手机，我就坐那硬听。我在垃圾里面找点干货。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就是没有配手语的信息都不重要，不用看，不会死人的。钉钉飞书不用看，不会死人的。刚才这句就是干货。播的时候后期会给配手语的，你们看吧。哎，我怎么说呢？特别烦这种包装起来的这种虚假的那个情感连接，是吧？我喜欢直接的。演出去过80多个城市，每一个高铁出站口都有一帮大哥在那喊：打车打车，出租车正规出租车，打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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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80多个城，只有一个例外，宁波。黑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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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第一次碰到，真的大为震撼。我想把网约车取消了，跟他走。我想看看能有多黑呢？眼前的黑是不是没有他的车黑呢？浙江人真的掌握了做生意的核心奥秘。
真诚。所有人都应该学这个，对吧？别那个什么，我爱你什么甜蜜蜜，你就说柠檬水4块，如果你要隔夜的话，只要3块。哎，为什么越来越看不清这个世界呢？因为障眼法也越来越多。个体户不叫个体户，叫主理人。人来疯不叫人来疯，叫 ESGP。啊，也有叫邓超的了，是吧？还有那些喜剧综艺，嘴上说着要给你拓展喜剧的边界，边界没拓出去多少，腾出来那点地儿全给塞了广告了。喜剧的内核不是悲剧，它就是广告。啊，被资本做局了，朋友们。你以为大家上来表达什么的，就混口饭吃啊？哇，脱口秀不是冒犯的艺术，就是混饭的艺术。脱口秀我也越来越看不懂了，是吧？每个人都可以定义5分钟脱口秀，要表达，要好笑，要观点，要输出。我不太 care 这个东西，但是刷到自己的差评是真难受。说黑灯的专场挺好笑的，看完哈哈哈1个小时，出来不到10分钟全忘光了。还得是线上脱口秀好。我说啊，我干了4年了，越来越看不懂了，什么是脱口秀？什么是脱口秀？然后这会儿手指头滑到了他发的那张演出照片。读屏软件说，一个人在舞台上讲笑话。哎，我相信我的读屏软件，这个世界他最懂。但你们不同意这个观点也没有关系啊，我今天讲什么东西，你们很快就会忘记。你们只会记住不结婚不生孩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最近一直在拍戏，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有很多事儿是我完全之前没想到的。我在北京拍那个电视剧的时候，导演就经常会让我们实拍，就从一个胡同里出来，然后哭，扶着那个电线杆，然后所有的路人就是真的都是真实的，他们就从我面前过。我说就这么拍吗？他说对，就这么拍。我说那就来吧。我从里边出来，完了之后扶着电线杆开始哭，就哭得非常伤心，像那种大哭，就然后鼻涕流3个水晶吊坠，就这样。我这哭呢，完了过来一个大姐看着我，富航。我说拍摄呢，拍摄呢。大姐看着我，拍摄。我说拍摄。拍摄，拍摄。我后来跟那大姐说，我真的在拍摄，然后那个大姐非常认真的看着我说：“方，我特别喜欢看你，因为我只要一看到你，我就特别快乐。但是我上班每天都特别生气，你能告诉我，怎么才能不生气吗？我会讲一些不生气的段子。我今天在这儿讲给您，我答应您了。我之前上班的时候，老板有一个骂我骂到我每天胃疼，就是那种躯体化了。他只要一跟家里边打架，然后他就来这儿骂我，骂其他的员工。我当时说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把我自己身体都弄坏了。我开始上网学一个操，叫不生气操。真的有这个操，朋友们，完全没开玩笑的。然后就是双手这样抬起来，大家可以一起做，你知道吧？就看着远方，完了面带微笑，就是不生气，不生气，生气别来没人替，就这么简单。全网教学非常详细，但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是生气之前做。还是生气之后做，我当时也年轻，我选择生气当时做。第2天老板到公司，他每天中午吃完饭一抹嘴就骂我，他就中午吃完饭把盒饭一搁一抹嘴，都是富航啊。我说来吧老登，开战吧，骂我，凌辱我，鞭挞我的灵魂，来。他说富航态度不积极，我说。朋友们，我真的跟你们说一下啊，
第一次的不生气操真的推荐你们去做，因为第一次跟后面的无数次完全不一样。因为第一次你100%会被自己蠢笑。你想就是路边过来一个人走了，看着你，废物，完了你看着他。坐一会儿就笑了，就是后面没什么用了，因为只有最开始做的时候有用。然后我就研究了一下，外练筋骨皮真的帮不到我，我必须要内外兼修。我要想从我的内调完了之后跟外一起结合。我想怎么才能内外兼修呢？就比如说是，我开始思考，从小我只要一难过，别人一骂我就难过，难过我就哭，啊，一夸我就笑，我的情绪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我不要，我要反其道而行之。哎，别人骂我，我难过，我就到这儿，嘿嘿，大脑都懵了，大脑每天我内外兼修，提前1个小时到公司，办公室里没有人，比如这是你的工位吧，然后我就围着那个工位，真的就是每天练。我太难过了，就是不生气，不生气，生起病来没人气，嘿嘿，不生气。同事跟同学一样都不跟我说话了，因为办公室有监控。他们开始传说富航有单枪匹马一个人做法给老板做死。他们说只要做够31天，老板嘎巴死。我说你们想太多了。他们把视频拿出来给老板看，也给我看，的确稍微有点吓人。你就想嘛，明天早上起来这是你的工位。然后你的同事把书包一放，把肩膀一搁，不生气，不生气，生起病来没人替。不生气，不生气，生起病来没人替。老板当时看完那个手机，在办公室头发掉地上捡起来揣兜里，指甲都不敢剪，他怕我给他收走了，给他做死。他从那天开始就跟我稍微有点小小的隔阂了。他决定要裁员，说是2选1啊，因为老员工有感情，我跟一个大哥，我们俩只能留一个人。我们俩从知道这个消息之前是好朋友，知道之后一瞬间变成敌人。然后我们在宣布裁谁之前都没法对话了，啊，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是纯仇人了。然后在宣布之前，我一直翻我跟那个大哥的聊天记录，我翻，我突然发到我刚入职时候那大哥特别帮着我。我当时一想，富航有点难看了。我堂堂7尺男儿，到哪儿能没口饭吃？我啪一拍桌子，我说老板，我主动离职啊！老板说本来也是你，天天就会狗叫，还有你们俩都滚。我说啊，不是说老员工有感情，所以说2选1吗？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永远忘不了。他看着我说，做生意要什么感情？哇哦！就从那天开始，我去任何一个工作，我都不会投入任何多余的，比如说是同事给我一个眼神，老板说我一句什么，我非常简单，我就是到那儿拿钱我就走，就是拿钱我就走。现在录节目也是，不是？对吧？录节目的时候给你们讲什么段子，如果你们当时没笑，我会非常难过，但是录完就不会了，真的，因为那时候就是 money in my pocket。没有，开玩笑。当时我非常生气，但是我想就这样算了，我就开始收拾我的那些东西。收拾的时候，他还骂我，啊，我那火腾就上来了，我这胳膊腾就抬起来了。我说你再骂我一句，他说富航，你还敢做操？我看你再敢做操，我说已经给你做上了，我做死你，我走了也给你带走。那个时候我每天在那个公司有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我会拿1个小时分成6份，完了之后每一次10分钟去那个楼梯间练脱口秀，我每次练10分钟，我没有影响谁。然后他就跟我说啊，我在那儿坐着呢，我坐着呢。他说富航，我知道你每天练那什么乱七八糟那种秀，我想看看你以后能不能像现在这么猖狂。我真的希望他看一看，我现在是大王。白玉兰的现场要是这样就好了。但是，只要有机会我就去，任何颁奖礼我都去。我从来不怕场子凉，我就怕恐惧。因为不管场子有多凉，我都不难过，因为我的鲜血永远炙热。
那个时候我才发现，你真的到这个年龄之后，你就完全不会再担心了。那个时候他经常说啊，什么骂你是因为你好啊，完了之后每天说你都是为了你以后的发展。其实我到现在这个年纪，我非常认真的跟所有老板说，所有的话都是可以好好说的，别装了，你就是想发泄情绪。然后包括就是今天这儿设计也非常不合理，我想发泄一下，就是从我这儿开始，这边往后的这边的朋友，还有从这边往后边的朋友，他们看的根本就不是喜剧之王，他们看的是屁股之王。他一晚上都没有看到过别人的正脸儿，真的，大哥，我再给你演一遍。不生气，不生气，涛哥，我再给你演一遍，真的，这。真的，大哥太辛苦了。然后，我就希望就是大家能开心一点。但是今天大家肯定会非常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喝上了传说中的统一春福无糖茶了。哎，绿茶鲜爽，焙茶醇厚，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喝完了之后完全不一样。我当时呢，别人问我，哎，这个统一绿茶。喝没喝过有什么区别呢？我说当然有区别了，就好像我以前没拍过戏，有很多东西你没有尝试，你完全不知道。我拍戏还有一个故事是，我那个电视剧呢，我一直以为是1、2、3、4、5集就顺着拍，我真的拍完了之后才发现完全不是，根本就不是。他可能第1天拍第10集，然后他第4天拍第1集。我呢之前不知道有接戏的这一个说法，所以说拍戏的时候也出了一些小问题。当时有一场戏，第1天拍第1集是我在监狱里跟管教解释为什么我跟黄毛狱友打架，原台词是黄毛把鞋脱了，脚啪放在这儿，我跟他打起来了。但是你知道我爱即兴，我当时跟狱警说的是，我说您知道吗？黄毛把鞋脱了，脚啪放这儿塞我嘴里了。导演说过。我说太棒了。过了3天，拍我跟黄毛打架。黄毛到了，把鞋脱了。我准备好了。突然，导演说3、2、1，开始。他刚说开始，突然出现一个小胖子，停。导演，我是场记。付航那天说了，黄毛把脚丫塞到他的嘴里了。我当时天都塌了，我天都塌了。我刚拍戏，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难搞，我总不能说导演说现在黄毛把脚放你嘴里，然后我说我忌口，说什么我最近屁股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个完全不行，在这显得太难搞了。我就想到底该怎么办，我好难过。但是我一看导演面露难色，导演特别为难，导演说：“哎呦喂，哎呀，你这咋办呀？你说这，哎呀！”当时我心里一下就放平了。然后导演就是非常难过的，他看着黄毛，他说：“你介意吗？”我说他的脚丫在我的嘴里，你问他介意吗？我那火腾就上了，我这胳膊他就抬起来了。看，哇！你们越鼓掌，我做的越快。哎，我就坐起来了，我完全坐起来了。啊！导演转头看我一眼，他看着黄毛说：“你赶紧脱鞋吧，房着急了。”没有结尾，就是希望大家开心一点。谢谢。姐妹们吃点好的，求求了，对不对？来，演出，大家好，圆圆。哎呀，第2年录比赛了，然后能感受到大家确实热情很多，但我自己也有一点小经验，我就发现这种曝光机会确实也还是有风险。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去年讲过一篇我妈因为被诈骗成了老赖，开头吐槽了2句娱乐圈老赖之子。讲完之后，节目组问我说：“哎，那你妈欠的钱还完了吗？”我说没有啊。
他说那你不就是老赖之子吐槽老赖之子啊？然后节目组就让我在播之前把钱还完。我最后是找朋友借的钱，把我妈欠的钱还了。我说妈，我以后就不是老赖之子了，但你是老赖之母。就是大家录节目都想着多讲、多曝光、多挣钱，我讲这篇稿子血亏，1000多字的稿子欠一屁股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过那种 report， 于翔宇脱口秀含金量谁懂啊？我懂。哎呀，然后现在真不知道能咋抓机会了。你看今年还都说这个 AI 是风口、时代红利，但你一般也就只能想到用 AI 继续干活。我试了一下用 AI 写段子，我说帮我写一篇脱口秀稿子，模仿于翔宇的风格，要能喜单夺冠。但因为我段子公开数据量没有那么大，所以他模仿的就不是很像。他给我的表演指导是在舞台上疯狂踱步。声音提高8度，我说哎，我是教主。但是 AI 的东西看多了之后吧，你又会觉得这个世界还挺割裂的，因为你身边朋友一般都是担心因为 AI 失业嘛，但你确实又能看到有人靠 AI 挣钱。我之前看过一个采访，就台下一个观众问一个那种科技大佬说 AI 肯定会造就一批富豪，但也会造成大量失业问题，请问该怎么解决？那个 CEO 说 AI 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我说啊，但它不并存在同一个人身上啊。我们这儿全是挑战，你哐哐机遇。哇，你怎么不直接说你下岗啊？你下岗啊？我上富豪榜啊？就是现在的人说话都不过脑子了嘛？哎，我就不信瓦特改良蒸汽机淘汰纺织工人的时候会说蒸汽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纺织工人说瓦特的脑子瓦特了，咱们要不干掉他吧，反正进去也是踩缝纫机。我看完那个采访之后，真的就是生气。我就希望 AI 能快点发展，统治人类，那就人人平等了，没有人上人，全都是 AI 的下人。就 AI 战胜人类，马斯克失去的一定比我多，我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我说老马最近咋样啊？他说4000亿美金全部清零，你呢？我说我挺好的，我花呗清零了。到时候那个富豪榜上面就80亿人并列首富，按姓氏笔画排序。我于翔宇啊，力压马化腾、刘强东跟张一鸣。所以我现在就真的很烦这些漂亮话，什么机遇挑战并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会，拥抱变化。你看最近几年确实变化很多啊，经常就市场大起大落。每次那种股票基金暴跌的时候，都会有人说：“哎呦，抄底的好机会。”但是我看到我的基金大跌，我只有一个反应，就啊！我现在觉得机会啊，有时候你就是留给本来就有机会的人。你不可能没那个条件就无脑冲冲冲吧，就啥也没有，但就像巴菲特一样思考，像谢霆锋一样卖烤肠，像吴彦祖一样教英语。那谢霆锋卖烤肠卖了15个亿，我也去卖烤肠，红利被他抓走了，我被城管抓走了。那你说我要是卖烤肠能卖15个亿，那一听就不合法。那烤肠得多上瘾，那淀粉肠里是淀粉吗？这就是机遇监狱并存。有时候我自己感觉有些事儿努力也有点徒劳。我去年搬来上海，我那个房子是大房东直租，我当时问他，我说你这个房子不会突然卖吧？他说你放心，我不卖的，我这套是专门用来出租的，我有10几套呢。你不信我给你看。他手机上有个 Excel， 我看着那个 Excel 是真的说不出 Word。
我当时都不想要他的房子了，我就想加入他的家庭。我想问那个大房东，我能不能做你的二房？我拥抱变化，你拥抱我。然后其实现在大家都能感觉到嘛，现在就是机会没那么多了嘛，对吧？以前可能是这个风浪越大鱼越贵，嘛，现在就是风浪越大风浪越大。我感觉我就不是那种所谓能吃到红利的那种时代弄潮儿，我顶多就是个时代赶海儿，就这个浪潮退去，我才会出来。这能不能捡点啥呢？哎，这是个海螺。哎，听，是我哭的声音。一抬头，弄潮在这开香槟庆祝呢。我说，哎，那瓶子喝完还要吗？这里面吴佳云。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沂蒙山的房主任。问一下大家啊，大家都有工作吗？有。我也有。适合大妈的工作只有2个啊，脱口秀演员和环卫工人。环卫工那个工作我没保住。你们再不笑，脱口秀演员也要下岗了。当脱口秀俱乐部老板邀请我来讲脱口秀，好可爱啊！说实话，很纠结。当时我们村信息中心要选我当下一届的村长的，这个世界谁懂啊？我在50岁面对的人生选择竟然是从政还是从艺。我可是个山东人。我说我们村长每个月工资2600，俱乐部老板说我每个月给你3000。我说其实吧，他钱不钱的无所谓，我就是热爱舞台。我问老板什么是脱口秀，老板说就是站到台上讲讲别人的坏话。我说这不碰到我强项了吗？我有着30年专业造谣和传谣的经验。全国说脱口秀的，谁能说得过我呀？我的第1场演出就演凉了，把我在村里积攒了50年的自信和骄傲击得粉碎。幸亏离家远呀，村里人不知道啊。村里的八卦都是我传的，我不说，没人知道。老板照顾我，就让我在俱乐部兼职做客服。他还很贴心地问我，说你敢跟别人说话吗？我说你应该问他敢跟我说话吗？他让我拿个手机在评论在网上卖票和回复评论区消息。有一天在评论区遇到了一个黑粉的网络喷子，就一下子激起了我的斗志。我说我好久没站在村口跟人对骂了呀。但我忽略了一点就现在的小年轻打字速度太快了。家人们呢？我1分钟才打8个字，我1条骂人的信息没打完，未读信息已经99加了。别说回了，我看我都看不过来，我气得那个直哆嗦，一哆嗦1分钟打3个字。我就好想跟他们来一场线下面对面的实战哪怕他们来的人再多，我骂不过，我还能往地上一躺。我就问他服不服。我一连回怼了好几天，
第一天50人，第二天100，第3天200，是我的血压。我感觉我一个人在对战整个互联网，这互联网环境它也太差了，还有我们村头好。我问老板还有别的岗位吗？老板说接电话。我说这不又回到我强项了吗？上岗的第1天就被投诉了，说我态度不好。我说我哪态度不好了？我长这么大一直都是这么接电话的呀。喂，谁啊？老板说大姐呀，你要用夹子音。你要说喂，你好。对方打过电话来说这里是脱口秀剧场吗？我说喂，你好。对方说我要买票，我说喂，你好。又把我投诉了，说我恶心。老板说大姐呀，你继续说下一句啊。我说老板，下一句我夹不住了呀。大城市太难混了，都说当代年轻人吃不了苦，那当代老年人他也吃不了呀。我还是干脆回村算了，回到村里种地吧，老年。直到有一天啊，我信息中心的朋友给我打电话，我拿起手机来就说：“喂，你好。”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乡音，说：“哎，这是房主任电话吗？”我说：“啊，是我。”我朋友说：“哎娘嘞，这城里人他就是不一样了哈。”我说：“你不懂。”在大城市工作说话他就这样。我朋友说你在城里天天干啥呢？我说我就是接电话，回消息。我朋友说你1个月挣多少钱呀？我当时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是啊，原来问一个在城里打工的人1个月挣多少钱这么招人烦。我一想到啊，要被村里那些7大外甥8大侄女的嘀咕，我那股好强劲就上来了。我说啊，不少挣，1个月2、3万，你来不？我给你介绍介绍。那一刻啊，我感觉是现在的我在劝过去的那个我走出来。第2天我就接到我女儿电话了。我女儿说：“妈，你到底在哪呢？全村的人都在传，你进了诈骗组织了，你快回来吧。”我说：“闺女啊，现在吧，妈妈走的有点远，已经走到比赛的第3轮了。”之前吧。还拿到了1块复活的金牌，就是有点挺不住了。但每一个来大城市打拼的人，在他挺不住的时候，都会想再拼一把，来都来了。谢谢大家，我是房主任。今天又被骗了啊！被房主任骗了。他天天都有在后面哭，说我没有稿子，我没有稿子。然后他今天演成这样，啊，不是该哭的不是他吧？应该是我。每个接在房主任后面人都被淘汰了，所以你们不要把我轰下去，谢谢。哎，讲讲我啊！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啊，我是一个能量很低的人。我说我能量低，不是我说我内向，就是我很容易累。特别容易累，我每次都是休息2小时，演出5分钟，这5分钟在台上生龙活虎，
下台嘎巴就躺了。但是我有一个跟我完全不一样的妈妈，我妈能量超级高，她精力超级充沛，我俩完全不一样，我俩处理问题的方法都不一样。我妈处理问题的方法就是干就完了，我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死了得了。所以我完全不懂我妈，我完全不懂她，但是我能理解她是怎样形成这样的性格的，跟她的工作有关系。她是一名小学的班主任，她有一个偶像，叫李云龙。她的教育理念就是逢敌必亮剑。每个学校都有打扫分担区的活动，我妈的班级如果领到那种特别不好的那种打扫工具，她就会给她的学生们做扫前动员。她说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去给我找工具，哪怕去偷去抢，我要你们20分钟内把这里打扫干净。这就是我的妈妈，一个有洁癖的土匪头子。而且我妈特别喜欢搞氛围，特别喜欢搞氛围。每次年夜饭都是她的主舞台，一大桌子菜，一家子人做好了，她不吃，她拿起一杯酒，说：“来，我提一杯。”然后对着我姥姥说：“妈，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关心和照顾，这杯酒我敬你，祝您身体健康，寿比南山。”我说：“妈，你要找我姥办事儿吗？”我感觉你们俩都不熟，我要不给你俩引荐一下了，我要。而且他自己敬完了之后，他又指挥别人敬酒，让我老舅给我姥敬酒，让我老姨给我姥敬酒，然后他们仨一起给我姥敬酒。我说咱们家是敬老院吗？我姥80了。我说再这么敬下去，我觉得我姥寿比南山难。北海北海有老墓碑，起低了。我喜欢。有时候喝了，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别敬了，我觉得我老脸色都有点难看了。”我妈说：“能不难看吗？你还没给姥敬酒呢。”而且我妈不仅自己搞氛围，她还拉着我一起搞氛围，让我在年夜饭桌上表演节目。你说小时候表演就表演了，长大了也表演。我说实话，朋友们，我的亲戚朋友们平均年龄40、50岁，我学幼师的。我给他们演什么？我说让我看看是谁的老眼睛没有看老师啊！太荒谬了！最荒谬的是，没有一个人觉得这很荒谬。而且我妈连生病的时候都要搞气氛。去年生病住院了，我陪她去住院，我天天熬夜，熬得面黄肌瘦。我妈满面红光，跟隔壁搜手。医生进来都懵了，跟我妈说：“你长点心吧，你孩子都病成这样了，你还有闲心跟人唠嗑呢啊！”而且没住2天，几乎整个楼层的病人都认识我妈。我妈在走廊里散步的时候，那3步一招手，5步一回头，谁都得过来跟她唠10块钱啊。她天天在医院里给人化疗，哇！我陪我妈在走廊里散步，后来我发现，都有人开始认识我了。他们指着我跟我妈说：“哎，这个就是你经常提起的那个说脱口秀的女儿，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我说：“我不是，我是德云社的烧饼。”我知道这段脏，但是我喜欢。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我了，他们直接都不叫我，他们直接上来就跟我说：“演一个，大方的演一个。”我说：“让我看看是谁的老眼睛没有看老师啊！”荒谬！我为什么今年想上节目？我就是希望以后再有人让我演一段的时候，我直接把这个视频怼到他脸上，就放刚才那一段。
放这一段。而且这些我都能理解啊，这些我都能理解。我唯一我不能理解的是，我妈她自己做完手术之后，她要操心别人的手术，我无法理喻。就人家有家属，有主治医生，她在那儿指挥人家，说你抬头，你抬脚，你扶腰，放这个床上，运动啊！我那个时候我非常生气，我非常生气，我对着我妈，漂亮。我说妈，你也是个病人，你应该躺在那儿休息。你天天操心别人的事儿，你不累吗？我妈说，你天天说脱口秀跑这儿跑那的也赚不了什么钱，你不累吗？我说妈妈，你抱住别人的样子真好看。我发现啊，我其实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想改变我妈，我想让我妈变得像我一样，就是安静一点，有助于她的恢复。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妈住进那个病房之后，整个病房欢声笑语。虽然我还是不懂她，但是我决定尊重她，因为我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希望我的妈妈身体健康，寿比南山。谢谢大家，我是岳明。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仁成。确实压力有点太大了。我最近唯一坚持的事，就在朋友圈每天抱怨为什么要比赛，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前两天我又发了一条，说为什么比赛就只让我这么痛苦呢？佳佳您回复，可能是因为你没参加过高考吧。确实比赛比不明白，最近家里有点搞不懂了。说实话，我今天过年，我突然发现我爸他2颗门牙都掉了。我爸现在是个非常新潮的造型，双开门牙。我就发现，当一个中年男人失去了自己的门牙之后，他就失去所有做男人的威严和男子气概，增加了很多幽默感，变得十分滑稽。我爸现在我心目中已经不像是一个父亲了，更像是个父亲。我爸干了一辈子门窗，到老嘴巴漏风了，漏的都是当爸爸的威风。我爸现在可以同时抽4根烟。别人抽烟都是散客，他就属于卡座。其实很担心讲这个话题，大家不感兴趣。毕竟这个故事有点老掉牙了。但我爸他掉牙原因并不是因为年纪，是因为他的糖尿病的并发症。他糖尿病有点严重了，到一个很难控制的地步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可能是因为他完全没有控制吧。他对待治疗太消极了，他每天只在打完胰岛素后测血糖。我爸，你骗谁呢？你在干嘛呀？你在做数据。你这哪是测血糖啊？你纯测胰岛素呢。而且你说我爸他不控制饮食吧，他也没吃啥好东西，每天早上起来先吃一盆挂面，用最小的成本给身体最大的伤害。每天早上起来往那一坐，跟县太爷似的，升堂。而且我爸他不仅自己早上起来他会喜欢吃挂面嘛，他不仅自己吃，他还特别喜欢给我家狗吃挂面。我特别生气，我觉得你已经因为自己乱吃东西，对吧？已经把自己搞出了一身病了，别给狗也整出病来。我爸说：“哎，别乱讲，糖尿病主要是因为遗传，不是吃出来的。而且人的病，狗怎么会得呢？”今年2月，我家小狗小黑确诊了糖尿病，给我气坏了。我爸，你得选一个吧，要么是你喂出来的，要么是你遗传的。哎，你考虑到遗传很绝望，我以后肯定也会得。过几年别人问我爸
你们家谁有糖尿病啊？我爸说，我和犬子。那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我现在没有糖尿病。其实这个事也挺奇怪的，因为其实我才是我们家最肥胖那个人，也是饮食最不健康那个人，但我没有糖尿病。你说神奇不神奇？可能也是因为我没查吧。这玩意儿你别说，真神奇，只要不查就没有糖尿病。我有点害怕体检，我很久没去体检了。我上次去体检，医生嘱咐我写作业的时候离本子远一点。但就导致这个问题在于，我现在很难劝我爸妈去体检。就每当我劝我爸妈去体检，他们就劝我去体检。你们去，你去，你们去，你去，你们去，你去。这么大年纪了，跟我玩反弹。但我真的又不敢带我爸妈一块，我们3个一块去体检，因为我感觉我们这个家庭啊，不能同时承受这么多的打击。你不能把胖子放在一个篮子里面。要是我们家全部被查出糖尿病了，怎么办？家里挂面谁吃啊？狗都不能吃啊。但我说这么多啊，我不是在指责我爸，我也并不觉得我比他更懂这个世界，我觉得他有点固执而已。我一直很佩服我爸。我今年28岁了，我爸28岁那年，他已经扛起了一个家，并且成为了胖子门窗的创始人 ，AKA 胖子本人。他开局很艰难，因为他当年他想外出打工，我爷爷是不答应的。我爷爷希望他可以陪他身边种地，两个人就天天吵架，但我爸就一直不屈服，咬紧牙关没有答应。那时候他还可以做到。有一天他们吵得特别凶，我爷爷把我爸爸带到一个田里面，挖了个坑，跟他说：“如果你再提去外面打工的事情，今天我就把你给埋了。”然后一脚把我爸踹进了坑里，当时全村都过来看热闹了，也有人在劝我爷爷，但我爷爷不语，只是一味的挖地。这不是一般的挖地，这是道德的挖地。我现在尽量轻松去讲这个事情，但那天对我爸来说一定是非常恐怖且难熬的。那天泥土就像雨点一样不断落在我爸的头上，但我爸还是没有求饶，最后他赢了。2年后他可以外出打工，临走前他跟我爷爷说了一句话，说：“谢谢你当年的栽培。”然后才有了后面的故事。他结了婚，有了2个小孩，把整个家从江西的农村带到江苏的常州，一个经济发达、教育很好但足球很差的城市。这是后话了。我觉得我不如我爸，因为我比赛已经让我有点喘不过气了。如果我遇到这样的打击，我可能就一蹶不振了，我就再也起不来了。我最多在小某书上起号。家人们，这个世界谁懂啊？恶毒的爸，不停地挖，泥巴里的我怎么开出生命里的花？但我爸什么都没做，他就默默忍受这一切。我爸被我爷爷从小打到大，但我从小没有挨过1次打，可能是因为我爸淋过土吧。淋过土的那个男孩学会了给别人打伞，所以前2天我还带我爸妈去体检了。我觉得得面对这一切。体检报告出来之后，确实吓了我一跳，因为我发现我爸妈的病啊加起来都没我1半多。哇，比子欲养而亲不待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子要先带了。所以那天走出医院的门，我爸爸一向沉默，那天很罕见的开口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儿子，你要照顾好身体啊，你要知道你的健康才是我和你妈最大的幸福。”那一刻，炎热的夏天突然拂过了一阵凉爽的风，是爸爸的微风。大家好，我是龙小爸。好了，
大家好，我叫刘洋哈，然后大家也知道我最近一直在录2个综艺，然后北京一个，上海一个，所以基本上就是来回飞。你知道飞多了之后，你会就是产生很多的见识，我长了很多的见识。比如说我第一次在飞机上遇到经济舱的金卡会员，各位有遇到过这种金卡会员吗？我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很惊讶，我说金卡，这得多尊贵啊！这不得一会儿空姐跑过来说李先生你好，你是我们尊贵的金卡会员。一会儿咱们还是老规矩，飞机起飞之后您来开，其他乘客把安全带系好。我们李先生喜欢转圈飞啊，想的是这种。你知道金卡会员享受什么特殊待遇吗？什么都没有。他唯一享受的待遇就是空姐会过来告诉他所有人都知道的消息，然后跑过来，就这消息跑过来之后，目光如炬盯着李先生，炯炯有神，生怕瞟我一眼，然后让我把尊贵感给偷了。盯着李先生，李先生您好。你是我们航空公司尊贵的金卡会员，我们的飞机将会在19点降落在首都机场，地面温度23度。如果你没有别的问题，我就先走了。他就走了。我说这有啥尊贵的呀？李先生也很局促，我心这就是金卡吗？对吧？我不尊贵呀。我心想这得帮帮李先生啊。我就在那儿坐着坐着，突然说：“几点到啊？这不知道时间坐过了怎么办呀？”地面温度多少度啊？手里的外套穿不穿呀？穿不穿呀？李先生明显腰都直了，说可以穿。然后关键是就这么点信息，他还生怕我听到。空姐跑过来就跟那个特务接头似的，跑过来之后，李先生您好，您是我们尊贵的金。李先生您往这边您，您是我们尊贵的金。李先生，您是我们。李先生，我给您写下来，要命了。其实我吐槽这个金卡也吐槽了一小段时间了，然后前2天遭到了报应，各位，我坐飞机太多了，我升级为国航尊贵的金卡会员了。我在飞机上待着，离老远，空姐就要过来，我说别过来，别过来。空姐说刘先生，我说 no。空姐告诉我任何消息我都及时给大家分享。听完了说19点到啊，各位，首都机场。我恨不得给空姐捧哏来缓解这种尴尬。空姐说一句我捧一句，也没那么尴尬。空姐说刘先生您好，您是我们尊贵的金卡会员。我呀，我们的飞机19点降落首都机场，没听说过。如果您没有别的问题，怎么着呢？我就先走了。去你的吧！这还是我办过的比较尊贵的卡了。我办过最不划算的一张卡，是我去一个景区，说是景区，实际上就是一座山；说是一座山，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土坡。那山有多高？那山就300米高，各位，300米，你知道什么概念吗？300米，苏炳添登顶只需要27秒。就这么个小破山，然后收100多块钱，然后服务员问你要不要加80块钱升级为我们的畅玩 VIP 套餐体验卡。我说那我当然要畅玩卡，然后我就升级了，花了80块钱。你知道畅玩卡唯一能畅玩的，就是他们在山顶上有一个玻璃栈道。你见过玻璃栈道吧？2个小土坡之间弄一个玻璃板子，你走在上面说 pass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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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么个破玩意儿，你说玩不玩？当然玩，80块钱白花了。我就玩，但是问题是各位，我有严重的恐高症，我站在上面一步都舍不得走。别人说是80块钱这么心疼吗？一步不迈。但是问题，我老婆了解我，她说你这样，你把眼镜摘了，你看不见不就不怕了吗？我就把眼镜摘了。各位，我还有严重的散光，我一摘眼镜，玻璃栈道变仨了，3倍恐惧。我实在没办法，我就把着那个杆，我真的眼睛都不敢睁，浑身颤抖，一点点往前蹭着走。旁边人都惊了，我说盲人也怕玻璃栈道吗？不合理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畅玩套餐里还包含一个服务，免费拍照。因为景区就是认为我在这种情况下脸上红温、浑身发抖、已经出汗出的不行的情况下，会产生一个念头：要是有人给我拍照就好了。我在那闭着眼，我就听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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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完了完了。我一下玻璃栈道有一个屋子，一抢我的照片，
全是我驯服五官的全过程。我说这玩意儿太可怕，我就要走。走的时候，景区服务人员跟我说：“刘先生，这些精彩瞬间真说得出口啊！这些精彩瞬间，您只需要花25元就可以买回去。”我说：“你做梦！你给我25，我也不买。”他说：“不买就一直挂着。”我说：“买，大哥，商量。”但是我也办过比较划算的卡，我办过最划算的一张卡是我去一个主题乐园办了一张优速通，不打广告了，所以不告诉各位是哪个主题乐园。我去看米老鼠的时候，在里面，你知道优速通卡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用排队，你去了主题乐园你排过队都知道，那队伍都不是直线，那队伍就 S 型，那都不是 S 型，那就是人类小肠图解，门外5个小肠，好不容易绕进去一看还有5个小肠，一直在那儿绕。这种队伍里最尴尬的就是你迎面过来一个熟人，你们这一次碰面，接下来你们就会无数次的碰面，你们就一直绕，这哥们儿就一直在你前面，你转3圈就没话了，在那走着走，哎，老张，你也来这个主题乐园，我也来了，真巧，多少年没联系了，真是哎常联系，回头见啊，一回头就见了。啊，老张，我坐飞机来的，是，飞机很累，吃饭啊，记得吃饭，然后一回头，咱们现在把饭吃了呢啊！我告诉各位一个方法，我自己研究出来了，在这种队伍里，如果你想要维护你们的友谊，你只需要还说一模一样的话，但你换个形式说就好了，保证你们的友谊长存。就是你用评书的方式说一模一样的话，友谊还在。你想想那感觉啊！一看到老张，哎，老张，你也来这主题乐园啊？我也是，哎。来的时候，那个飞机上啊，黑暗中忽然听得一阵脚步声，欲知来者何人，咱们下圈分解。一转过来是空姐，空姐轻声说道：“刘先生，我们的飞机将会在10点降落在首都机场。”谢谢各位，我是刘洋教授，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小罗啊，然后我也看了播出了，非常的羞耻，感觉在电视上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一点都不像喜剧之王。我感觉我跟他们站在一起，感觉就是那个画面是喜剧之王和他们的朋友。其实我是这个组里面分数最低的一个，有一种名校里面吊车尾的感觉。我高中就是在一个名校里面吊车尾。高3的时候想要最快的提升成绩的方式就是把作文写好，因为那个分数真的很多。但是我的文风怎么说呢？就是梗很多。然后我们老师说你不要用那么多奇怪的修辞嘛，让我写一点内容深度严肃的东西。他推荐我去看一个叫许知远的人的书。看了，真的买了《中国纪事》《纳斯达克的一代》，买了一堆。我背了很多许知远的金句。我上考场之前，我脑子里都是许知远的金句。我本人高考作文第一句话：这个时代病了。0分，因为大梗不能放在开头。我就是挺喜欢修辞，我就喜欢细枝末节的东西。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因为太注重内容而忽略细枝末节的重要性。我是一个福建人，我到现在都没有理解为什么福建人对于一个食物最高的尊重居然是不放盐。我妈经常跟我讲的一句话是：今天这个汤很好，我故意没放盐。我说你不应该是不小心没放盐吗？你的越贵的食材他们就越不放盐，比如说老鸡汤，他们是不放盐的，但是普通的小鸡的汤。他们就放盐，怎么鸡是越活越咸吗？还是老鸡会跟小鸡说，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老鸡也很无奈，说我一片真心换来了一个无盐的结局。我是属于那种山猪吃不了细糠的那种人，吃不来什么食物的原味，就喜欢调味料的味道啊。就这么说吧，13香小龙虾跟13香澳洲龙虾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就什么钱不钱的，喜欢的就是王守义这个人。我当时经常求我爸妈，我说我们放点盐吧，不放盐不好喝。他们就会说，哎，暴殄天物，放盐就暴殄天物。他跟我说这个汤很好，不放盐就很好喝。我说那放了盐不是应该更好喝吗？哎，这个道理是不是像如果有一个帅哥，他长得很帅，他剃平头穿白 T， 他就可以很帅。但是问题是，帅哥留了发型，他穿了西装，他只会更帅啊。
你不会说一个帅哥穿西装是暴殄天物吧？你只会说哇天物我一个暴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跟你说这个汤不能放盐，因为这个汤很补。哇，这句话我真的从小听到大，7、8岁就开始叫我补，我都不知道7、8岁我要补什么。每次学习成绩不好就一碗猪脑放在那边。学习成绩不好应该补什么？应该补课啊，应该补什么？我不是不尊重这种食补的概念，但咱们就说吃啥补啥，这个逻辑是不是有点太简陋了啊？我们闽南地区有一个风俗，就是说吃那个猪脚面线是驱邪的。就是说家里如果有人坐牢的话，出狱之后要吃一碗猪脚面线，这个是在补什么？是说当时跑得不够快，所以我邻居家小孩就特别喜欢，就特别听大人说话，很爱喝汤，喝汤长大，真的特别补，没到30岁就痛风了。他现在追求是一个东西应该毫无营养，他身体负担太重了。我半夜问他，他问我要不要吃夜宵，我说吃啊，吃什么？他说吃垃圾。他连食品2个字都不加，吃垃圾。我们2个对话像2只流浪狗在对话，走吃垃圾，走吃垃圾。我觉得这个也有点极端了吧啊！追求毫无营养，我觉得商家也非常配合。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饮料或者零食的配料表？里面会写蛋白质0、糖0、卡路里0。你没有，你写它干嘛呢？配料表就是食品的简历嘛，对吧？你会在你简历里面写4级没过，小提琴不会。什么都不加，还居然很骄傲，你知道？我最不理解，就无糖可乐。无糖可乐是什么东西啊？啊，可乐叫肥宅快乐水，没有糖你还快乐什么啊？没有糖你就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甚至都不是真正的可乐。肥宅再也不能快乐了，肥宅只能安康。快乐啪没了。因为我觉得饮料、零食、汤这些都不是必需品，你是因为来享受快乐的。你享受快乐的时候，就不要老想着提升自己了。有没有那种朋友，就是你跟他一起看一个英文电影，看着看他突然说，要不咱把字幕关了吧？啊，我们来练英文。哇，我真的2分钟就睡着了。他问我说：“你记得电影讲什么吗？”我说：“我记得，电影开头有一只狮子在那边啊。”我为什么要在休闲的时候练英语听力啊？对吧？好好的一句台词，阿甘说：“妈妈说人生就像一块巧克力。”我满脑子都是 A， 阿甘的妈妈喜欢巧克力 ；B， 阿甘是一块巧克力 ；C， 巧克力的价格是9磅15便士。就像你听脱口秀，很多人都很希望脱口秀有教育意义，如果内容跟梗是一样重要的。你说皮之不纯，毛将焉附？但毛之不纯会冷啊。你不可能听了10分钟脱口秀完全不好笑，但是说但这段表演很有营养。我觉得脱口秀就应该好笑嘛。有人说你肯定是羡慕那些比你有内容的演员，线下专场卖票卖得比你好，说我肯定是吃醋了。我说哎是，但我喜欢吃醋，因为醋也是调味品。我就是为了这个醋包这个饺子。谢谢大家，我小文。大家好，我是付航。我不想当猴了，因为到哪儿都管我叫猴。前2天我在一个办事大厅，有一个大哥，他都离得我很远，好多人，他直接就，哈，我也不能不回应他，显得有点装，我就给，结果呢，他说来猴哥合影，咔，照张照片揣兜里，引起旁边老大爷的注意了。你说老大爷看热闹，他们没有任何的边界感，他们就这样，就这么。我也要合影，合张影，咔照一张揣兜里。你是6小龄童吧？我说我是姆巴佩，小红须。他说嗨，以为你是谁呢？哎，我说大爷，为什么您的嗓子这么棒啊？他说小伙子，因为啊。我有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老字号护嗓指定行。我植入完了，你可以继续讲段子了。我说好的，大爷。演出正式开始，朋友们。我不想当猴了，我想走一些高端的人设，我想高端起来。我要改一下我自己的格调，鼓足勇气去吃了一次法餐。我是中午去的，
啊，我第一次去，手紧张都哆嗦。有一个服务员过来，大高个儿，西服笔挺啊，特别帅。小伙子，哎，先生，平常有什么爱吃的法式甜点，说一个送您一份。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法式小面包还是盼盼，但是我没说，我说你给我来一个米苏提拉。他说先生，您说的是提拉米苏？我说提拉米苏。我平常在外国待的时间有点长，喜欢用倒装语句。他说那先生，您可以用英文点餐。我说我在日本。他说瓦达西诺瓦里得脚步。我说得脚步。瓦达西诺还是英文点餐吧。他说好的先生，给你菜单。我拿过来，我没有说 Thank you sir， 我说的是 Thank you sir。懂英文的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深。Sir 是美音儿。我说的是 sir 是英音儿，高端。啊，服务员也懂我意思啊，先生，您在英国有朋友？我说对，我家狗是柯基。你点餐吧，别说话了。当时拿过来，我说英文点餐 easy， 只要语法不有大问题错误就可以了。我说哎呦 waiter I want， 主语动词 want 不用加 ed， 因为是一般现在时。当时我说 I want， 服务员，我说 this over， 服务员，这什么过去？我一看吃住他了，我不光想点餐，我还想炫技，给他展示一下我高超的语法。我说哎呦 waiter wait I want more。I want， 我说富航，人生只有一次，你愿意当一辈子的懦夫，还是一瞬间的英雄？哪怕只有一瞬间，我选择了后者。我要冒一些风险给他展示我华丽的语法。我说，哎呦 ，waiter， I want not only this but also this that。懂英文的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深。在不经意之间展示了我对过去代词似海参一般的理解，他明显没听懂的表情，但是没关系。服务员，我说在着 ，those 就是 so many 在。当时服务员，哎呀，学不过来了，太多代词了，森森。我一看吃住他了，我太帅了。我说伊丽莎白，给我点一根雪茄，啊不是雪茄。雪茄是什么东西？点一根雪茄。当时服务员说好，他就把酒单收走了。懂法餐的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深。他分餐单跟酒单我不知道，我点的全都是一些我从来没喝过的鸡尾酒，每一杯都上面点着了着火，每一杯都着着火。正常人是拿吸管插到底下喝，我不知道。我一把酒杯抄起来，我看着上面那火焰，我说这个火焰，它有没有可能不烫？啊，别笑我，那个也不烫，没用，就是装饰品，有什么用？哎，你这没用的，假的。当时我就拿着那杯酒，服务员在远处看着我说：“喝呀。”我说你们这帮上流人士，平常衣冠楚楚，晚上都来这儿喝火。大丈夫身居天地之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出身为寒，不知耻辱，能屈能伸，方为丈夫。你们不怕，我也不怕。当时 my face already totally on fire。我跟那儿就周呢。旁边那帮上流人士就觥筹交错聊融资 ，A、B、C、D 轮聊着聊着，突然感觉眼角火光四溅。一转头，小黑人在角落自焚了。富航吞起火球了。那服务员拿起吸管，先生，
就是有吸管。当时我正跟那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啊！我正干呢，他啪一拍我，回头看见吸管，我说 something wrong。服务员 ，What were you doing before？ 对不对？豆哥里边的门那儿有多深？这但是我对过去跟这次海参一般的理解。服务员，就两个吸管。当时我知道自己喝错了，但是没关系，朋友们，我能力挽狂澜，为什么？因为吸管的英文单词我背过。啊，我拿起来我说 Thank you for your straw。一吸管英文啊。当时我拿起吸管，我说 This time I will be a little bit gentle， 然后我开始拿吸管吸杯子上面的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熄火，我就拿嘴一嘬，我发现用吸管比不用还疼。我跟家正嘬，服务员跟旁边基本都开始哭坟了。他说别喝了，先生别喝了，你没事吧？别在这自罚。你没事吧？我说太上老君三昧真火，烧不死我。我不怕你们这些上流人士给我设计的小陷阱，我不怕。再见。到门口，我虽然在里边非常焦虑，非常的那个骄傲，完了之后给他这种感觉，我什么都不办，但是我出来真的哭了，太丢人了，太丢人！我连法餐都不会吃。我说那我就写一条段子来证明我是人吧，对吧？我没别的可干了，我就开始上网搜怎么区分人跟猴。我想天天给观众讲，网上只有7个字：能正确的使用火。我手机都吓掉了，我手机掉地下，最开始我这么捡，后来我就这么捡，后来我就这么捡，后来我就这么捡。后来我就这么演，懂进化论的都知道刚才这段表演的门道有多深。朋友们，别被洗脑。如果高级动物必须高级，那我宁愿当猴。谢谢。嗨，大家好，我是柯登。比了好几轮了，很多演员都说特别羡慕我身上这种松弛感，还跑过来问我说：“你怎么做到的？完全看不出你紧张。”啊，我说我也完全看不出你紧张。他说懂了，目中无人。我最放松的一次啊，就是最目中无人的一回，是在一个天桥上，踢了个乞丐的碗，完全没看见，过去咣当一脚，我俩都沉默了。他是没有料到什么人这么横。城管都不敢这样。我为化解尴尬，我赶紧跟他解释，我说那个，可能看不出来啊，是个盲人啊。他紧张了，他对不起，那我走。其实看不清呢有好处，就是减少了一些社交压力啊。经常后台聊天啊，不太熟都啊，说什么谁文本好，谁表演好，我就不聊，我看不上表演好的，完全看不上。演了4轮了，付航演的啥？完全不知道。以前还有人给我解说呢，坐我旁边像干了个啥？刚才把我一个人留在上面，对吧？后来我就这么剪，我说你怎么剪呢？我啥也不知道。聊八卦还后台，所有人都好奇他说这个人是谁，只有我在好奇说话这个人他是谁。有一次我跟一个不太熟的演员聊了得有2分钟，才发现他是庞博。声音也听不太出来，不太熟嘛，我就只能套他的话，获取一些线索，跟玩狼人杀一样。我觉得每一个不太熟的局都应该有一个狼人杀那样的主持人 Q 流程。天黑请闭嘴，庞博请张嘴。但是其实认不出来人还问题不大，就是尴尬嘛，说错话而已啊。话可以乱说，但是东西不能乱吃。有一次后台点外卖。我刚好接了个电话，我说你们不用等我，美阳给我留点就行。回来之后都吃完了。
就那自己来吧，每个长点啊，鱼香肉丝啊，宫保鸡丁，麻辣烟头。我完全理解他们，哇，因为普通人很难想象，盲人每天面对的都是什么，就跟我一样，我也很难想象每天面对的都是什么，就跟开盲盒一样。印象最深刻一次盲盒是在一个酒店一个自助早餐，多功能饮料机，你们见过没有？好多按钮，看不清吧？随便来一个，4个牛奶、咖啡、豆浆，我偏偏精准地按中了清洁。有人喝过清洁吗？寡淡。所以很多年前看钢铁侠的时候，我就很羡慕。我说哪一天科技进步了，我也能拥有一个这个 Jarvis， 是吧？就把我这个眼镜一戴上，我眼前看见什么东西，你一五一十告诉我，对不对？后来听说罗老师还清了债，去干 AR 眼镜，我知道我那个等的眼镜应该是完了。开玩笑的，罗老师，加油啊！有需要我帮助的时候可以来找我啊。人人都是产品经理，盲人也可以。在老师那个高科技眼镜出来之前呢，现在主要靠手机解决所有看不清的问题，啊，用手机上有个软件叫屏幕朗读，用听的，我耳朵很好，大概是4倍速，知道你们没有概念啊，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啊，就是非常快，很难有人听出来啊，打个赌吧，谁听出来？我不是针对谁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有人听出来吗？再来一遍 ，OK， 好，慢，给他放一遍慢的吧，好不好？我不是针对谁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这个技巧叫目中无人，非常快啊！但是这么快的速度，你们能想象吗？有时候效率会非常的低。你见过评论区发哈哈哈，发一屏幕那种，手机到这儿就疯了。连续哈5分钟，他不喘气。你知道这么发的人脑子确实不太正常。你复制粘贴啊，他就手工敲打和啊哈哈，一屏幕哈哈哈，中间有一个啊。评论也不能刷太多，我有一阵沉迷刷评论，看看网友怎么夸我的，就搜黑灯，搜了一阵，搜几天就不搜了，因为搜出来最多的是千万不要黑灯玩手机会瞎。其实啊，很多有这种辅助功能，其实虽然每一样都还不太完善，但是配合在一起，盲人做的事情还挺多的，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我有一次面试，我跟那个 HR 说视力不太好，放大了那个可以，他说那把公司最大的显示器给你，然后就去了那个公司。北京有个798，你知道吗？就在那个地方，我们公司好几面沿街的那种落地窗，游客都能进来参观。所有同事14寸笔记本，就我一个人27寸 iMac。那些游客一看就明白了，爆炸头啊，设计总监，特别怕光啊，别说这种射灯了，Word 文档一打开，一片白那个都受不了。我把颜色调反过来，黑底白字，我在那写文章啊。那个设计总监，什么总监？程序员你认不出来吗？那不是在敲代码的吗？代码挺厉害，汉字。我讲到这，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门敲，哎，大家好。哇，刚刚有点温情，我都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我接下来就是把家里人吐槽个遍。然后，朋友们想要疯癫，很简单，多跟长辈相处就行。真的，我发现跟长辈沟通太难了，我无法跟他们解释我的职业。我说我是 HR， 所以知道员工的工资，他们理解为我知道所有人的工资。在他们眼里，我有超能力。我只要看这个人一眼，这个人头上就会冒出他的工资数字，你知道吗？所以过年的时候，从来没有人问我赚多少，都是通过我打听别人赚多少钱。就过年的时候，我爸会说：“哎，帮我看一下，你大伯退休工资高不高？”你会不知道，怕我伤心啊？蛮高的。再帮我看一眼二伯，他退休也不知道，
比你大伯还高，比你大伯还高。哎，我就知道，我们家翻身就靠你了，好不好？记住，你的目标就是退休工资要超过他们。我说爸，我的目标就是活到退休。最夸张有一次就是我舅妈给我微信里面发了一张照片过来，她说：“哎，这是你妹妹发在朋友圈，说是她男朋友，帮舅妈看一眼这个人赚多少钱。”我点开照片一看，王嘉尔。我说舅妈，赚挺多的，你可以享福了。舅妈说不愧是 HR 啊，随便问你一个人都认识。再跟舅妈讲讲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有没有什么优缺点？我说你不要害我，没有缺点，全是优点。舅妈说不可能的，没有人是完美的，总有些不足之处的。自己人想想有没有什么不足之处？我说舅妈，你一定要讲什么不足之处，就是这个人没有上海户口。舅妈说那不行，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妹妹跟他在一起。我现在就是跟你妹妹说，叫她不要做梦了。我说对的，叫她不要做梦了。哎，所以歌里说的是常回家看看，对吧？重点就是看看，千万别老在家待着。因为常在家待着一定会发疯的。我最近就是在家太久了，我发现啊，我爸有点讨厌我。哎，可能说讨厌有点严重了，毕竟我们是中华民族，对吧？很讲究亲情的，血浓于水，对吧？我爸恨我。他不喜欢跟我讲话，我问他任何问题，他都是2、3个字就回答我了。我最近在学烧菜，因为我是一个做菜新手，我做到一个特别高端的菜，我不会做了。我说爸，这个番茄炒蛋，这个番茄怎么弄？煸一煸。我说什么叫煸一煸？哎，你们做过菜可能知道，我没有做过，想中国菜还能煸一煸呢？番茄怎么煸？从大到小煸。我说爸，什么叫煸一煸？他说，煸一煸，就是煸一煸。这里有点丑化我爸了，对不起。他不是这么说的，他用的是上海话，逼也憋。这就是他的解释方式，朋友们，用更大的音量来重复原先的答案。他觉得我没有听懂，是因为他声音不够响。这种沟通方式怎么说呢？就是很不尊重人，像在训狗。你们训过狗吗？重复一个指令，然后期待狗听懂。我爸就这么训狗的，来，嘟嘟来，嘟嘟来，坐，坐，哎，坐，坐，师傅，好狗。真的，我说爸，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耐心一点，稍微跟我耐心一点解释一下，是亲生儿子吧？搞得你自，哎，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只能去查百度。煸就是把食物放在热油里面加工到半熟，然后放在旁边做备用的一种烹饪方式。我说，哎爸，这个叫煸？他说对，跟我讲的一样。很难沟通，不但他不跟我好好讲话，我跟他讲话他也不听的。哎，你们劝过长辈改坏习惯吗？他们只要知道这个是坏习惯，就不会改，还会用一句很温柔的话来肯定你。这句话叫“哎呦，算你懂死喽”。我小时候劝他改什么坏习惯，哎呦，你懂个屁！哎，你们发现吗？我这个人对世界的认知就是很极端的，只有懂个屁和懂死，很极端。我最近劝我爸改一个坏习惯，就劝他戒烟，因为他老咳嗽，身体也不好，年纪大。我说爸，吸烟有害健康，你别吸了。他说：“哎呦，算你懂死喽。”首先，跟你爸讲话，爹味不要这么浓。其次，你晓得不啦？你爸这个肺已经吸了40几年烟了，你不要害我。这个肺让他碰不到烟，他会坏掉的。我说我这么严重，为什么会坏掉？什么叫坏掉？坏掉？他说坏掉了就是瓦他啦。暴力沟通真的会让人发疯的。哎，我以为不在家，去上班在职场好一点，没有，老板讲话我依然听不懂。哎，我是个 HR， 我帮老板招人，我给他招的人、推荐的人，他总是不满意。问他原因，他也不好好说。
有一次一个人面试没有通过，我问他原因，他说哦，这个人都挺好的，就是没有什么感觉。我说没有什么感觉，我差点气得说出那句包办婚姻的名言。我想说，感觉不是可以培养的吗？感觉。然后我还得跟那个面试的人去沟通，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就过2天我就发微信给他，我说刘先生你好，面试过去2天了，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我感觉很好，我想完了，那我只能做个好人，给他个台阶下。我说哦，我们公司对你也很有感觉。对了。我们私底下说，你面试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我们老板的能力和经验都不如你呀？他说哦，被你这样一说，好像你们老板是有点不懂装懂。我说不懂装懂吗？你懂的呀。朋友们，微信聊天的时候，你懂的呀，后面一定要跟着这3个表情，对方就一定会懂。就是哎，你懂的呀。刘先生就懂了。刘先生说哦 HR 谢谢你，我们之后有机会再合作。我说好的，没问题。后来我就跟老板说，我说老板你不能总说没有感觉，你下次要给我一个正当理由。他说我没有，你想一个。我说我想不出。他说你必须想一个。我说我实在想不出。他说那你实在想不出，你编一编。羞耻，我一怂我就感到羞耻，所以我现在这个人就是很有怂耻感。一个谐音梗。哎，我这种朝气蓬勃的羞耻感啊，就是从小培养的。当我还是一个小次佬的时候呢，我爸就用他那一套要像个男人一样的标准来培养我，他立志把我打造成一个堂堂正正的次佬，所以他在家就是这样，他就是哎，不能喊痛，不能喊累，不像个男人。不要病殃殃的，不像个男人。生病了还要去医院，不要去医院，不像个男人。他从来不带我去医院，他自己也不去，你知道吧？他预防生病的方式就是不承认自己生病，因为他觉得所有的病到了医院才叫病，在家里就确诊为不舒服。到医院了叫感冒，在家里叫喉咙不舒服。粉碎性骨折在家里叫膝盖不舒服。食物中毒跪在地上抱着马桶吐是喉咙和膝盖都不舒服。我小时候有一次我发烧发到39度，我爸就说哎，39度有什么了？我在你这个年纪发到40度。男人呀，发出来就好了。我喝碗粥嘛好了咯。喝碗粥都不好，没出息。加点肉松和麦丽素。朋友们，我那个时候小学1年级，一口气喝了1碗粥，加肉松加麦丽素，好难吃哦，那个味道就是具象化的爹味。他就是不带我去医院，还好我后来出息了，我发到了40度。但是他紧张啊，因为我神志不清，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烧到神志不清，我看到每一个人都叫爸爸，他就受不了。父爱如山啊，零下2、3度的天，凌晨4、5点钟，他终于把我抱了起来，放到了自行车后座，蹬了40分钟，蹬了40分钟，我们2个人终于来到了静安寺门口。冲到最里面，找到菩萨。哎，那个时候我发烧发到40度，我爸骑了40分钟自行车，我们2个人跪在那里，自己头上就在冒烟啊。菩萨可能都懵了，他说：“哎呦，这家人香火好旺啊！”我就问我爸，我说：“爸，你为什么不带我去医院，要带我来静安寺？”他说：“哎，你是我求这个菩萨求来的。”现在你出问题了，他要负责的。菩萨可能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售后客诉事件。我爸质问神仙的样子真的很像一个男人，而我跪在那边脸红心赤的样子真的很像一个赤佬。所以在我爸的影响之下呢，我长大后到现在为止总是时刻刻意的很表现的阳刚，到现在还是这样。前2天我去按摩。我被师傅按到痛死了，那个师傅把我按到痛死，但是我羞于叫出声，你知道吧？但生理上又控制不住，所以就从我的胸腔里面
发出了一种，不能说是呻吟吧，更像是被按在生死边缘摩擦的声音。哎，师傅说你痛吗？我还没用力哦。哦，他还没用力哦，朋友们，那个房间3平米，2个人1张床，他没用力，我痛死了，这不是见鬼了吗？我很想搞清楚到底是怎么痛，所以我就用尽全身的力气，就这样转头转过去看。这个动作很危险，大家不要学，我是练过的。小时候考试作弊，然后就，他整个人的姿势是腾空，2个脚顶着墙壁，用手肘撑着我的腰。B boy， 我想我这是在被精油开个背吗？这个是精神小伙在我背上开个洞。我很生气，他明明这么用力，还说是我的问题，所以之后我就知道怎么去回应他，怎么去对付他了。就是他按得我有一点点痛，我就叫，我就不内耗了，我就叫到他受不了，叫到他受不了，叫到他说，哎，你叫轻一点，我说，哎，我还没用力哦。后来我就反思，我想说，男人一定要刻意的时刻都表现得很阳刚吗？我觉得不用，我觉得男人应该也有很多面，怎么着都行。所以我的自媒体内容里面有很多反串的内容，数据特别好。哎，果然我这个人啊，太像个男人赚不到钱，所以我就化了大浓妆，贴假睫毛，然后戴假发。我爸一开始很生气，他说我要跟你断绝父子关系啊，你怎么不像个男人？后来数据越来越好，他说，哎，你这条视频偷懒了，妆没有上一条浓，怎么像个男人？我很担心这样发展下去，他会求我给他安排一个角色，帮他化个妆啊，让他演我婆婆。我爸就是这么现实，像个男人一样。真的，现在做了自媒体，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被单一的价值观或者那种评价体系所束缚。我现在的宗旨就是：人不好我，我不好人；你不好我，我好得很。如果让我再有机会回到当时那个静安寺我发烧40度那一天，我很想放下内耗和羞耻感，我想跟我爸说：“我说爸，你看菩萨的姿势，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他说是 yes OK 吗？我说不是。我说菩萨看着自己的3个手指甲，是让我们都去3甲医院看看。谢谢大家，我是门枪。大家好，我是门枪。大家好。哎，有点后悔来这个节目，有点后悔，因为我感觉就是被节目组忽悠了，你知道吧？当时导演找到我，他说：“哎，门枪，你来，这个比赛在上海录，你是上海人，你有优势，你主场作战。我到这里来了，一看，就我一个上海人。”哎，这哪里是主场作战？这最多就只能是主场做客。我还问导演说：“我说导演，我用沪语讲段子，来塞不啦？”导演说：“啥意思？”我觉得没有人数优势倒也算了，至少有个地理优势吧。这个节目在杨浦区录，我家住在奉贤区。你们知道杨浦离奉贤有多远吗？我每天早上从奉贤打车北上。要2个小时，我出门碰到邻居，我说我去杨浦上个班，他说：“哎呦，去上海出差了咯。”而且我特别害怕节目这种陌生环境，因为我很怕不能融入，你知道吧？我很怕不合群，很担心被排挤。大家知道的，上海人在上海就最怕被排挤。多虑了。来到这里，很多演员都很亲切地问候我。他说：“哎，门枪，你辛苦了啊，辛苦你一个上海人要排挤我们这么多人啊。”我就非常要小心翼翼地去融入五湖四海。我观察了一下，东北演员特别多，于是我用出我的毕生所学的东北话去搭讪他们。我主动给他们推荐我们上海的本土的传统美食——咖啡。我用东北话推荐，我说：“哥们儿，这咖啡老好了，哐哐炫啊炫！啥喝了睡不着了啊？你就是没喝到位，再整点，再整点，透一透。”我现在在这个节目有个昵称“咖啡蒙子”，我知道这把稳了。有昵称说明表示亲切，融入成功，手拿把掐。不单录节目，我感觉我这一辈子一生都是在为了合群而如履薄冰。我当时刚毕业实习，
去外企实习，我也很难融入，因为我发现同事们都会讲一些我很难理解的散装英文。我实习第1天就听到2个同事在茶水间聊八卦，我给你们学一下。Well， 侬晓得不啦 ？Jonathan， 当爸爸喽，儿子昨天出生了，儿子3100G。3100G， 他儿子是个移动硬盘吗？后来我才反应过来，哦，3100克。哦，你们初中物理也不是很好呢。这外企真的太帅了，一定要说3100G，我不能说6斤2两嘛。我还想，如果万一以后我上班遇到一种紧急情况，就肚子疼想方便啊，万一卫生间正好没有空位，我是不是也要用外企的方式去求助啊？我是不是要这样求助？ Dear， 我这里有一些 situation， 你的 project 能不能 ASAP？ 求求你给我点 feedback， 我真的要到我的 deadline 了。平时上班和同事话也说不到一块儿，饭也吃不到一块儿，得被迫合群。到了周末就不一样了。 可以自由拼，肯德基周末疯狂拼 Crazy Weekend 拼，29块9选3个老北京鸡肉卷配1个甜品蛋挞，这么多，而且跟外企的说话方式一样，都是中外双拼。上班在 office 拼累了，周末就来 KFC 拼。合群这件事情真的对我来说太 important， 因为我从小家教就很重视合群这一块嘛。 我是一个上海人，但是大家知道上海人也会分很多种，有很多种分法的。我是所有上海人中最正宗的一种，我有一半苏北血统。这个主要是继承自我的嗲嗲，因为很多上海市民往上倒3代都不是本地的，都是从外地迁移过来的嘛。现在讲到苏北，大家会挺开心的，感觉很开心。但以前不是的，以前我爸爸常因为他是苏北人而自卑。 所以他一直关着我，他说：“门枪，你去读书，千万不要让同学知道你是苏北人，要合群，知道吧？千万不要让同学知道你是苏北人。”我说：“我知道了。”然后上课的时候，真的有同学问我，他说：“门枪，你是哪里人啊？”我说：“巴斯苏波冷哦。”露馅了，我爸就很不开心，就。但是我知道现在长大，我就知道任何地方人都很好，上海人很好，苏北人很好。我现在而且特别喜欢苏北口音。 我觉得苏北口音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苏北口音很有松弛感。我是怎么发现的啊？我女朋友小程，100%苏北血统。她在家里护肤的时候，她会这样跟我讲：“她说门枪，你去帮我拿一下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雅诗兰黛，哎，雅诗兰黛听起来不贵了，朋友们，20块钱1瓶。 过一会儿，他可以刷短视频，现在很多短视频都炫富的，他刷。他说：“哎呦，什么时候我也能住进汤臣一品啊？”到汤臣一品我还听得懂哦，毕竟我50%苏北血统。出门时候他跟我讲那个，我实在听不懂。他说：“门枪，你去帮我拿一下那个可可。”我说：“什么可可？是口罩吗？还是奶茶吗？”他说：“不是的，是那个香水 Chanel 可可 No.5。” 当他如此气定神闲地说出以上这些话，老实讲，我被迷住了，我也被治愈了，你知道吧？他那种完全不在乎、完全做自己的那种态度，怪 so amazing。就我发现，原来小心翼翼的合群就不如开心的自己做自己嘛，用自己的声音讲自己最想讲的。我也觉得这是这个话筒的意义，这个麦克风的意义，所以就爱咋咋地。祝大家的段子都嘎嘣脆。祝大家所有的人的表演都令人5迷3道，贼咔咔炸场。我今天舞台的时间也到 deadline 了，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门枪。哎呀，现在出去跟别人自我介绍、参加活动，我说我叫门枪，他们都会很尊重我。他说：“门老师你好，你这个姓氏很少见。”朋友们，我不姓门，门枪是我的艺名。取这个艺名的意图很简单啊，因为脱口秀讲话需要大量的用到舌头，
舌头在上海方言里就叫门腔。所以我出生在上海，我现在才叫门腔。我要是出生在北方，我现在就叫口条。哎，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直接用自己的名字做自我介绍什么的，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本名。我很难为情，很害羞。不是李家俊，不是。还有我的本名叫张冰洁，弓长张，冰清玉洁。每次自我介绍都有人会说像个小姑娘的名字，对吧？我知道这种感觉很违和，就好比你去问蝙蝠侠 Batman，What's your real name？ 蝙蝠侠说 My name is Cinderella。哎，名字秀气，我小时候长得也很秀气。课间10分钟，小学的时候跟男同学玩游戏嘛，玩一些角色扮演的游戏，他们就会说：“张冰洁，你来演冰冰公主。”我说我不要当公主，他说那你当丫鬟，我说我当公主，冰冰公主。哎，别的男生分配到的都是那种王子、大侠、将军，我分配到的角色都是公主、格格、千金。我也演过一次将军，花木兰。男同学还总是喜欢在游戏里面追求我，我都没同意，因为课间10分钟不够了解一个人。我冰清玉洁没那么随便。我也不理解他们的追求方式，他们不讨好我，他们就互相决斗，而且他们决斗方式也很奇怪，他们互相吐口水。我当时感觉你们还来追求我干嘛？你们不需要我了，你们已经在相濡以沫了。后来还是女生来解救我，我们的女班长拿出了她的法宝——行为规范记录表。那群雄心幼崽一下子情绪稳定了。girls 不但 help girls， 还 help girly boys。我问我爸妈为什么要给我起冰洁这个名字，我妈说，因为名字是家长对你的期待，我希望你冰雪聪明，洁身自好。妈妈，这份期待很有难得。我转头问我爸，我说爸，你儿的名字这么小众，你没有意见吗？我爸说，你妈负责起名，我负责姓，这都有分工，还 teamwork。我爸说，而且名字小众有什么？弓长张这个姓氏很大众。我心想什么意思？名字也能风险对冲？我说姓张也不好，姓张太普通了。他说姓张不要太好，你不懂，张是天姓，玉皇大帝就姓张。张是唯一一个别人问你贵姓，你不用回答免贵的姓氏。当我傻子吗？啊！别人问您贵姓，我说老子贵姓张。玉皇大帝就姓张，不懂了吧？很有权力的，这就叫姓张力。我真的不喜欢我这个名字，我说我要改名字，然后我妈说你别觉得冰洁这个名字小，这份期待很大的，因为男人很难同时做到既冰雪聪明又洁身自好。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不是鼓掌，我看着我爸，你到底做了什么？然后我爸，放心了，他只是不聪明啊。我长大了才懂我妈的意思。我上班当了 HR 之后，我发现很多男同事，尤其是男高管，都不太冰洁。10个男领导，7个傻，8个呆，9个不洁身自爱。就我们公司的那个 Mike， 在公司里面同时聊3、4个，下了班还要约3、4个，都不知道他时间怎么分配的。怎么说呢？我们都在朝9晚5，他在朝3暮4。他都这样了，还跟新来的女实习生说，我这个人就是被动，我注定孤独一个人。哇，我是一个 HR，
是一个专业的 HR， 出于专业的素质，我不会因为私人事务给同事穿小鞋，仅限于同事期间。他会跳槽的，啊，他会辞职的。辞职之后就涉及到一个事情，叫做背景调查。哦，难道他不怕别人背调的时候打电话打到我这里来吗？啊，他不怕我会这么说？请问麦克是你们公司吗？对，他这个人的工作态度怎么样？被动。团队合作能力呢，注定一个人。那这个人有没有什么优势啊？我说，硬要说优势，时间管理。哎，别说男同事啊，就连最应该注重自身形象的男明星，也不太冰洁啊。每隔一段时间，总有一个男人好像由于没有洁身自好上热搜，所以我建议，为了让这些人引以为戒，以后只要不洁身自爱的男人都应该改名叫冰洁。哎，早就应该这样了啊！之前的吴冰洁。金冰洁，还有那个什么肖冰洁。当然，我也衷心的希望男明星们不要再塌房了，因为张是个大姓，我很怕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那我就只能改姓了，叫门冰洁。啊，张这个天性不重要，天性纯良比较重要。其实不单是男的，冰雪聪明和洁身自好是对人类我觉得思想和道德最美好的期待了。但是大家一听就觉得冰洁这个名字应该是女生的名字，是不是对女的要求太高？是。哎，这么好的期待，怎么能都让女生占了呢？不把我们的男人放眼里，啊，男人也能顶半边天。我觉得应该要分工 ，teamwork 一下，女生先负责冰雪聪明，男生来负责洁身自好。大家以后啊，千万不要再夸男生专一了，因为我们只是做了每一个男孩子都应该做的事儿。谢谢大家，我是张冰洁。大家好，我叫门枪。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门枪，是一个 HR， 最近正在找工作，所以我很多失业的朋友一样，我们就拍短视频。但是我拍短视频还是有一些成绩的，朋友们。去年底的时候被邀请去参加了一个活动 ，GQ Man of the Year， 被评为了年度风云人物，朋友们。哎，就参加那个活动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我可以参加那个 GQ 的晚宴，在晚宴上有很多顶流明星，费翔、魏大勋、易烊千玺，我都见到他们了。我发现明星跟普通人也都一样，都不认识我。虽然他们都不认识我，但我看他们真的很帅，朋友们，我觉得他们才是 Man of the Year。我感觉自己只是一个 man， 不小心 over there。真的，虽然那天都是明星人物，但是我觉得他们都在窃窃私语讨论我。他们说这个人是谁？他没有作品，他为什么在这里？他一定是资源咖。他这个人背后肯定有资源。我想说你想多了，我顶多有点人力资源。哎，我做 HR 的时候，我就发现老板有个问题，就老板都很迷信，你们发现吗？我给大家总结一下，老板最喜欢的3个神仙：第一个关公财神爷，第2个招财猫，第3个实习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实习生是神仙。首先，老板没有把实习生当人啊，因为每次我跟老板说，老板我这个职位招不到人了，他说那你招个实习生。我说我招不到人，他说哦，那你招个实习生。真的把实习生当神仙一样，给实习生提的要求就像在跟神仙许愿一样。你们去庙里许过愿吗，朋友们？跟神仙说的是保我公司上市，跟实习生讲的是帮我把公司干到上市，并且还不能迟到早退，还要陪我开会，还要帮我买咖啡。给神仙功德箱1次100，给实习生1天80。朋友们，活更多了，钱更少了，很符合我们公司的理念 ，less is more。真的把实习生当神仙一样，开给实习生的工资也正好去购买一些贡品。
瓜子、橘子、花生米之类的。真的，老板太不要脸。我现在终于明白老板为什么喜欢摆关公了，就是让关公替他脸红。我真的很担心实习生的情绪问题。我们公司的实习生小杨啊，有几次我们小杨在那边不停的抖动，我说小杨你怎么升仙了？小杨说不是，我在跳消气操。我说消气操有用吗？他说有用，跳累了就没有力气打老板。真的，在实习生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除了消气操之外，我还学到很多，比如如何拒绝 PUA。小杨做了2个月就辞职了，老板居然还有脸找他离职面谈。老板说：“小杨，来，你在我们这里2个月，成长了多少？10岁。”有没有收获？节。老板就有点生气，老板说：“哎，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吃不起苦。”他说：“去你的！不要来 PUA 我。我妈跟我说过，上班就是爱吃苦的孩子有苦吃。”哎，老板就真的有点生气。老板说：“哎，小杨，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他标英文，他说：“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 you？” 他说：“make me emo。”老板说：“门墙算了，要不我们还是不招实习生了，要不我们还是招个人吧。”我说：“啊。”好可爱啊！真的招人，哎，招人真的是我做 HR 最喜欢的一个部分。招人很有意思，因为招人一直可以听到公司里面那些职位很高的人讲一些智商很低的话，他们总有千奇百怪的理由去拒绝我给他们推荐的人，星座不好，八字不合。还有一次他拒绝一个人说这个人眼里没有光，我说你也相信光？我说你早说，你看我爸行不行？他有青光和散光。哎，为什么可以要求员工眼里有光？所以我们换个问法啊，让员工眼睛里面产生光，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加钱，就是加钱，把钱给到我，你薪水给到我，对不对？俗话说得好，相由心生，你薪水啊。你钱给到我就眼里有光了，你薪水给到我眼里没有光，我每天早上可以早起半个小时，把2个眼睛泡完光再来上班。你薪水给到我就眼里有光，我就火眼金睛，没有任何问题。薪水给到我，我可以像孙悟空一样陪你西天取经。但是你薪水给不到我，不好意思，我的表现就只能像沙和尚一样。哎呀，老板不好了，财务总监被税务局抓走了。眼里没有光，我气死了，我就小声嘀咕了一句，我说你要眼里有光，你去找迪迦呀。他听到了，迪迦是谁？眼里有光吗？叫过来面试。我说、不在上海，我视频面试，异地入职。我说老板听我说，迪迦这个人能力是强，但是他每天就只有几分钟能力超强。老板说没有关系，你先招进来，先招进来。员工的好坏要看 boss 怎么带。我说哎，你别提 boss， 迪迦最厉害就是打 boss。虽然听起来很荒谬，但是朋友们，这就现实。就再优秀的人才，有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老板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出去找工作，没有成功，我心态很好，就是老板不配。你看迪迦到我们公司来，没有获得实习的机会。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在座如果大家有在找工作的话，以后或者找工作都是可以遇到一个很好的老板。也希望所有老板可不可以珍惜每个打工人。谢谢大家，我是文强，谢谢。大家好，我叫文强，大家好。我是一个 HR， 人力资源啊，失业了，现在就只能做全职的短视频博主。职场赛道，就职场博主，你们知道我们平时在干什么吗？我们平时就是一群不上班的人，教一群不想上班的人怎么好好上班。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但是其实我也不想失业。我今天就聊一下去年辞职的经历，朋友们。去年公司新来了一个总裁，他总裁员，他裁员理由也很离谱，我无法理解。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说门枪，你去帮我把阿曼达给裁了，因为阿曼达性格内向。
阿曼达是个财务，我觉得财务还是性格内向一点比较好，因为如果财务很外向的话，老板很有可能进去。你让阿曼达怎么外向？大家看，这是我新做的假账，逼真吧？是不是栩栩如生？老板就说他不喜欢内向的员工，他要外向一点。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哎，门呛 ，MBTI 你懂不啦？晓得不啦 ？MBTI， 多招点 E 人，我要公司活泼开心一点。E 人，老板可能是很久没有自己亲自上过班了，上班久了没有 E 人。我下班可以很 E， 我休假可以很 E， 我工作日起床我就变 I 了，我坐在工位上就是哀到要死掉。”左右的同事就是挨家挨户。艺人，他一定要艺人，整个公司就一个艺人，就老板自己。老板怎么能这么艺？他怎么能这么艺？我有一个想法，保证让所有人都开心，全公司小涨下去团建。还是老板想的周到，上了这么久的班，干了这么久的活，难得休个假。谁不想和老板好好待在一块儿呢？我感觉他不单意，他还很寂寞，他就需要有人陪着。难怪他开公司呢 ，company。哎，老板裁员理由实在太草率，所以我也开始反思啊，朋友们，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朋友只是对待工作过于认真负责了，走入一个误区。我觉得不要这样，我觉得应该反过来，我觉得应该对待感情认真负责一点，对待工作而已，玩的呀。我们知道人都是有感情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人，法人不是人。千万不要在职场做纯爱战士，让我们做职场浪子，就是玩。趁着年轻多玩几家公司，等到年纪大了玩不动了，找个老实老板交社保可以了。哎，不止态度随便，我觉得嚣张一点会更加快乐。最理想的工作状态就是我离开公司3个小时，总经理问我门枪你去哪里了？面试。总经理刚想生气，副总经理还得劝，哎，算了。员工嘛，都这样，知道回来就好啦。门枪，你别傻站着，表态，服个软。我说，对不起，又不是我主动，对方硬要我面试，我就是犯了全天下员工都会犯的错误。当然这都是幻想，现实就是老板每次让我裁员，我都下不去手，他还 PUA 我，他说门枪 HR 就是要做坏人，因为坏人的缩写是 HR。我说那好人的缩写也是，然后他就没办法，他说你要跟我共情啊，你站在老板的角度，你要跟我共情。他让我跟他共情，他一定忘记我是 HR， 我看得到他工资，很难共情。我第一眼看他工资这么高的时候，我很难过。我仔细一看更难过，那个只是税。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是需要共情的，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共情的前提是要关系微微发酵，微微发酵的关系使人心情愉悦，就像统一无糖春福绿茶一样，微微发酵，缓缓生香。作为一个上海人，我可以没有咖啡，但是不能没有这瓶有腔调的绿茶，老嗲了。人和人之间是需要共情的，但是共情不能跨越物种。我觉得打工人和老板不是同一个物种，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老板，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直到有一天，我家里养了一只泰迪叫嘟嘟，嘟嘟跟他有很像的地方，都很 E， 需要 company， 要我帮他们 make money。我觉得嘟嘟可以跟老板共情哦，他们还有很多共同点，就是提什么需求都说不清楚。生气了就只会乱叫。
所以在他莫名其妙裁员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不干了，我辞职了。我跟他说 HR 不是好人的缩写，也不是坏人的缩写。此时此刻我要跑路了 ，HR 的缩写就是哈哈 wrong。谢谢大家，我是刘强。